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真是让人感叹两岸文化差异之大啊！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见过无数跨地区的婚姻，但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位武汉姑娘小芳的经历，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小芳是我去年介绍给一位台湾男士阿伟的，这姑娘长得水灵灵的，在武汉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能说会道，英语也不错。阿伟是台中人，家里做电子零件生意，30出头，条件相当不错。两人一见面就挺投缘，相处了半年就定下了婚事。小芳的人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她出生在湖北农村，父母离异的早，是奶奶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奶奶却因病去世，这对小芳打击特别大。毕业后，她一个人在武汉打拼，从文员做起，吃了不少苦头。丽姐，我就想找个踏实的，能疼我的，其他条件我真不挑。小芳第一次来我这儿时这么说。说实话，我一开始还担心小芳对台湾有误解。很多大陆姑娘总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其实台湾社会发展程度很高，在很多方面都挺不错的。我特意给她科普了一下，没想到小芳倒是挺了解的。我知道台湾的医疗、教育都很发达，而且环境也好，社会风气也挺好的。小芳说，我们单位有台湾客户，每次来都很有礼貌，说话客客气气的，给人感觉就很舒服。就这样，两人开始了跨海恋爱。阿伟经常飞到武汉看小芳，也带她去台湾见过几次父母。阿伟父母人很好，对小芳也比较满意，婚礼就定在了今年春节后。婚后，小芳就搬到了台中和阿伟一起住。刚开始的生活还算顺利，虽然有一些小摩擦，但都在可接受范围内。比如台湾人喜欢说卫生纸，而大陆人习惯说手指。台湾人会说我家，而不像大陆人说我们家。台湾人会说这样子，大陆人会说这样，这些小差异反而成了两人生活中的乐趣。直到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把小芳吓得不轻。那天是清明节，阿伟说要带小芳回老家参加家族的祭祖活动。小芳心想，祭祖吗？无非就是上坟，带点纸钱、水果什么的。她在老家也经常参加，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当天一大早，小芳和阿伟就开车前往阿伟爷爷家。路上，阿伟说，今天会有很多亲戚来，你不用紧张，就跟着我和妈妈就行。小芳点点头，我知道，就是上坟嘛。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每年清明我都陪她去呢。阿伟笑了笑，我们台湾的祭祖和你们大陆的可能有点不一样，等下你就知道了。到了阿伟爷爷家，已经聚集了不少亲戚，大家寒暄了一阵，就开始准备祭祖仪式。小芳看到阿伟的爸爸和几个叔伯正在院子里摆放一张大桌子，上面放满了各种祭品、水果、糕点、三牲等等，比小芳想象中要丰盛得多。哇，你们准备的东西好多啊！小芳惊讶地说。阿伟的妈妈笑道，对呀，每年清明和中元节我们都会这样祭拜，要准备很多东西的。小芳心想，原来台湾人祭祖这么隆重啊，看来是要在院子里祭拜完再去坟地。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小芳彻底惊呆了。阿伟的爸爸拿出几张黄色的纸，上面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然后点燃了几支香，开始念念有词。接着，家里的几位长辈也纷纷上前，拿着香拜了拜。小芳小声问阿伟，你们在拜什么啊？阿伟回答，在请神明和祖先啊。请神明、祖先，在家里请。小芳一脸疑惑。就在这时，阿伟的爷爷从屋内拿出一个木盒，打开后，里面竟然是一撮骨灰和一些骨头碎片。天啊，这是什么？小芳惊叫一声，声音有点大，引得众人都看向他。阿伟连忙解释，这是我太爷爷的骨灰和骨头，每年祭祖我们都会拿出来祭拜。什么？骨灰、骨头？拿出来？小芳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这在大陆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重罪啊！阿伟一脸困惑，重罪？为什么？这是亵渎尸体啊！在大陆，私自保存骨灰、骨头，甚至拿出来祭拜，这可是违法的。小芳声音都在发抖。阿伟的爸爸听到后，连忙走过来解释：小芳啊，你别误会了，在台湾，我们有些家族确实有保留祖先骨骸的传统，这叫捡精，是一种对祖先的尊重。
特别是客家人，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做。阿伟的妈妈也补充道，是啊，我们每隔几年会把祖先的骨头从坟墓里取出来，洗净后放在骨坛里，或者像我们家这样保存在专门的木盒里。这在台湾很常见的，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小芳听完还是一脸惊恐，可是这在大陆真的会被抓起来的，私自保存骨灰骨头是违法的。阿伟搂住小芳的肩膀，安抚道，别怕，宝贝，你现在在台湾，这里的风俗和大陆不一样，这是我们对祖先的一种尊重方式，没有任何不敬或违法的意思。小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自己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这种文化冲击实在太大了。我需要冷静一下。小芳说完，快步走出了院子。阿伟紧跟着出去，发现小芳站在院子外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还好吗？阿伟关切地问。我没事，就是太震惊了。小芳擦了擦眼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在大陆，骨灰必须安放在公墓里，私自保存是违法的，更别说拿出来祭拜了。阿伟耐心地解释，在台湾，尤其是在农村和一些传统家庭，这种习俗很常见。我们相信这样可以让祖先保佑家族兴旺，而且这也是一种缅怀祖先的方式。小芳点点头，我明白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我需要时间适应。回到院子里，祭祀仪式已经开始了。阿伟的爷爷站在前面，手持香炉，口中念着祝词，其他家人都恭敬地站在一旁，表情庄重。小芳也跟在阿伟身边，虽然心里还有些不适应，但她努力保持尊重的态度。仪式结束后，阿伟的妈妈特意过来安慰小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定很不习惯吧？小芳实话实说，是有点震惊。我们大陆确实没有这种习俗，所以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的，慢慢你就会习惯了。阿伟妈妈笑着说，其实台湾和大陆虽然只隔着一条海峡，但在很多风俗习惯上确实有很大差异。就像我们台湾人过年喜欢吃年糕，你们大陆北方人喜欢吃饺子一样，都是地方特色。小芳感激地点点头，谢谢阿姨理解，我会努力适应的。接下来的午餐更是让小芳大开眼界，满桌子的菜肴中，有一道叫丸果的，是用米浆蒸制成的小碗状食物，里面加入了香菇、虾米等配料。还有一种叫米糕的，吃起来软糯香甜。更特别的是麻油鸡，浓郁的麻油味道一开始让小芳有点不适应，但吃了几口后竟发现非常美味。这些都是台湾特色菜吗？小芳好奇地问。对啊，阿伟的小叔笑着说，你们大陆菜重油重盐，我们台湾菜更注重原汁原味，清淡一些。小芳点点头，确实不一样，但都很好吃。席间，阿伟的几个表兄弟也和小芳聊了起来，询问他对台湾的印象。说实话，来台湾之前，我还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呢。小芳坦诚地说，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台湾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都很发达，而且人们生活质量很高。阿伟的二叔笑着说，是啊，很多大陆朋友初次来台湾都有这种感觉。其实台湾虽然地方小，但在很多方面发展的不错，比如我们的健保制度，全民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障，看病很方便也不贵。还有台湾的环保意识也很强。阿伟妈妈补充道，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几乎家家户户都很自觉。小芳点头附和，确实，我刚来的时候被台湾的垃圾处理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垃圾车来的时候要下楼扔，还要按类别分好，和大陆的小区垃圾桶随时都能扔完全不同。饭后，小芳主动帮忙收拾餐具，这让阿伟的家人对她的印象更好了。阿伟的妈妈拉着她的手说，小芳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姑娘，阿伟能找到你是他的福气。小芳不好意思地笑了，阿姨过奖了，其实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对台湾的风俗习惯，还请各位多多包涵。阿伟爸爸笑着说，没关系，慢慢来，两岸同文同种，根本上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听到这句话，小芳心里暖暖的。是啊，虽然有差异，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血脉相连，何必因为一些风俗习惯的不同而疏远呢？傍晚，小芳和阿伟告别家人，准备回家。临走前，阿伟的爷爷握着小芳的手，慈祥地说，
丫头，谢谢你尊重我们的习俗。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对你来说很震撼，但你能坚持下来，没有失礼，这说明你是个明事理的好姑娘。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多问问阿伟或者他妈妈。小芳感动的点点头，谢谢爷爷理解，我会努力适应台湾的生活和习俗的。回家的路上，小芳靠在阿伟肩上，感慨万千，今天真的太特别了，我从来没想过祭祖可以这样进行。阿伟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大陆那么大，不同地区的风俗也差异很大。台湾虽然小，但也有很多独特的习俗，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你说的对，小芳点头同意。其实我们的祭祖文化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祖先的尊重和缅怀，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阿伟笑着说，看来我媳妇已经开始理解了吗？小芳轻轻打了他一下，哎呀，别取笑我了，第一次看到，难免会吓一跳嘛。小芳其实还记得，当初在武汉时，奶奶去世后，她按照当地习俗守灵3天，每天都要给奶奶烧纸钱、上香。而在台湾，她看到的祭祖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那份对逝者的怀念和敬意是相通的。回到家，小芳给大陆的闺蜜小李打了个视频电话，迫不及待地分享今天的经历。小李，我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了。小芳兴奋地说，怎么啦？说来听听。小李好奇地问，小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今天看到的场景。讲到骨灰和骨头时，小李的表情和当时的他一样震惊。真的假的？他们会把骨头拿出来？这也太……小李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小芳笑着说，我当时反应比你还夸张呢，差点就说要报警了，哈哈，那估计把他们吓死了。小李笑得前仰后合，但你知道吗？小芳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冷静下来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在台湾，特别是一些传统家庭，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让祖先保佑家族兴旺。虽然方式和我们不同，但出发点是一样的，对祖先的尊重和思念。小李若有所思，也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挂断电话后，小芳躺在床上，回想着这一天的经历。她突然想起奶奶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生在世，不就是在不断学习和适应中度过的吗？是啊，来到台湾，面对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她正在学习，在适应，在成长，这不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吗？小芳想到这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她期待着了解更多台湾的风土人情，也期待着能够和阿伟一起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融合两岸文化的幸福生活。这一天的经历让小芳对文化差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包容。虽然一开始被吓到了，但她知道正是这些差异让世界变得多姿多彩。而她和阿伟的爱情也将在这种相互理解和包容中变得更加深厚和坚固。阿伟的爸爸听到后连忙走过来解释，小芳啊，你别误会了，在台湾，我们有些家族确实有保留祖先骨骸的传统，这叫捡金，是一种对祖先的尊重，特别是客家人，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做。阿伟的妈妈也补充道，是啊，我们每隔几年会把祖先的骨头从坟墓里取出来，洗净后放在骨坛里，或者像我们家这样保存在专门的木盒里。这在台湾很常见的，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小芳听完还是一脸惊恐，可是这在大陆真的会被抓起来的，私自保存骨灰骨头是违法的。阿伟搂住小芳的肩膀，安抚道，别怕，宝贝，你现在在台湾，这里的风俗和大陆不一样，这是我们对祖先的一种尊重方式，没有任何不敬或违法的意思。小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自己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这种文化冲击实在太大了。我需要冷静一下。小芳说完，快步走出了院子。阿伟紧跟着出去，发现小芳站在院子外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还好吗？阿伟关切地问。我没事，就是太震惊了。小芳擦了擦眼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在大陆，骨灰必须安放在公墓里，私自保存是违法的，更别说拿出来祭拜了。阿伟耐心地解释，在台湾，尤其是在农村和一些传统家庭，这种习俗很常见。我们相信这样可以让祖先保佑家族兴旺，
而且这也是一种缅怀祖先的方式。小芳点点头，我明白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我需要时间适应。回到院子里，祭祀仪式已经开始了。阿伟的爷爷站在前面，手持香炉，口中念着祝词，其他家人都恭敬地站在一旁，表情庄重。小芳也跟在阿伟身边，虽然心里还有些不适应，但她努力保持尊重的态度。之后的日子里，小芳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她发现台湾和大陆的差异远不止祭祖这一项，比如台湾的夜市文化非常发达，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热闹的夜市，人们喜欢晚上出去逛街，吃小吃。而大陆虽然也有夜市，但没有台湾这么普遍和受欢迎。又比如台湾的饮食习惯，他们喜欢吃卤肉饭、蚵仔煎、珍珠奶茶等小吃，口味偏甜。而小芳习惯的武汉菜则是热干面、豆皮、鸭脖等，口味偏辣。这些差异一开始让小芳有些不适应，但慢慢的，她也爱上了台湾的美食。语言上的差异也很有趣，台湾人说话喜欢用好啦、是哦、真的假的等语气词，而且语调比较轻柔。大陆人则更直接一些，语气也更强势。小芳刚到台湾时，总觉得阿伟家人说话绕来绕去的，不够直接，而阿伟家人则觉得小芳说话太直接，有时候显得有点冲。不过，最让小芳印象深刻的还是台湾人的生活态度，他们似乎没有大陆人那么追求效率和成功，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家庭温馨。阿伟每天都会准时下班回家，很少加班，周末总是陪着小芳去郊外踏青或者逛街，这和小芳在武汉打拼时的996工作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觉得台湾人懂得享受生活。小芳有一天对阿伟说，你们不像我们大陆人那么拼命工作，更注重生活的平衡。阿伟笑着回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吧，我们台湾人可能更注重当下的幸福感，而你们大陆人可能更有拼劲，更追求未来。小芳点点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学习。1年后，小芳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她在台中找了一份外贸工作，利用自己的大陆背景和语言优势，成为公司和大陆客户沟通的桥梁。工作之余，她还和阿伟一起开了个小小的网店，专门销售大陆的特色商品给台湾消费者，生意做得不错。清明节又到了，阿伟问小芳要不要再参加家族的祭祖活动。当然要去啊，小芳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年我可是还想报警呢，今年我要好好表现，让大家看看我的进步。阿伟忍不住笑了，你呀，真是越来越会说台湾话了。小芳骄傲地说，那当然，我可是台湾媳妇啦。祭祖那天，小芳不仅没有感到害怕，还主动帮忙准备祭品，学着阿伟的样子，恭敬地给祖先上香。阿伟的家人都夸他懂事，适应得快。晚上回家，小芳躺在床上，回想着这1年来的经历，从最初的文化冲击到现在的适应融合，她经历了太多。但正是这些不同，让她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阿伟，谢谢你。小芳突然对身边的丈夫说，谢我什么？阿伟疑惑地问。谢谢你带我来到台湾，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小芳认真地说，如果不是嫁给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原来祭祖还可以这样，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悠闲，原来爱情可以这么简单。阿伟感动地抱住了小芳，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愿意放下熟悉的一切，来到台湾和我在一起，谢谢你愿意包容我们的文化差异，谢谢你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新的活力。小芳靠在阿伟的肩膀上，幸福地笑了。她想起奶奶常说的话，人生如水，遇山则转，遇石则绕。来到台湾后，她遇到了许多山和石，但她学会了转和绕，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我，作为见证了这段跨海恋情的红娘丽姐，也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两岸虽有不同，但爱情无国界，只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再大的文化差异也能变成彼此生活中的调味剂，让2个人的感情更加深厚。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对两岸婚姻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